5月22日，中國8個部門點名打擊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消息出來之後，富途盤前一度跌到接近40%，然後公司很快公布已經回購大約1.6億美元的 ADS， 再加上富途會在5月28日美股盤前公布第一季度業績，所以投資者現在最亂的地方就是3件事同時撞在一起：監管、回購、業績。今天真正要猜的是，這次監管到底傷到富途哪一部分？股價盤前跌近40%，有沒有跌過頭？如果你是富途用戶，或者你的資產放在任何券商，遇到這類新聞，要不要立刻轉走？如果你在業績前後看到這條片，業績出來之後又應該看什麼？富途還能不能買？我們馬上開始。我先把事情講清楚。2026年5月22日，中國證監會等8個部門發布整治方案，目標是打擊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對內地存量投資者在集中整治期內只允許單向賣出和轉出資金，不能新增買入，不能新增入金。換句話說，對客戶來說不是最粗暴的一刀切，因為給了時間處理。對富途來說，這批客戶未來會慢慢萎縮。而富途披露，截至2026年第一季末，來自中國大陸的有資產客戶大約佔集團有資產客戶總數13%。這13%的客戶以後只能賣不能買，只能轉出不能轉入，交易量會少，客戶資產可能會流走，未來收入会受到影響。但13%的有資產客戶不等於13%的收入，也不一定等於13%的利潤。不同客戶的交易頻率、資產大小、是否借錢買股票、基金配置比例都不一樣。所以我真正關心的不是13%這個表面數字，而是這13%背後貢獻了多少交易量、多少利息收入、多少佣金、多少客戶資產。這就是為什麼5月28日業績和管理層電話會議很重要，因為市場不怕你告訴他壞消息，市場最怕你不說清楚壞到什麼程度。這一點其實在5月22日 GMT 裡我已經跟同學們詳細分析，我當時的處理方法不是跟着恐慌跑，而是把生意拿出來稱一稱。富途說內地有資產客戶約13%，如果我保守一點，假設這批客戶比較活躍，貢獻的交易量不只是13%，可能是20%。那我就要問，如果未來某部分業務少了20%，公司的價值應該少多少？如果股價一度跌3成、4成，市場是不是已經反應，甚至過度反應了這個衝擊？這就是價值投資者的思維，不是聽到壞消息就跑，也不是看到大跌就衝，而是拿一個秤出來稱。罰款也是同一個邏輯。很多人一聽到罰款就覺得這家公司不能碰，全世界的大公司都會遇到監管和罰款，谷歌被罰過，蘋果被罰過，英偉達這些公司也會因為不同監管、出口、會計或者合規問題受到市場衝擊。香港的大銀行、國際銀行也不是沒有被罰過，大公司被罰不等於它不是好公司。真正要問的是，罰款是不是一次性，佔1年盈利多少？會不會改變它的商業模式？會不會令它以後不能繼續賺錢？如果最後罰款有一個具體數字，反而不是最可怕，因為有數字就可以算。最可怕的是沒有數字，市場就可以無限想象。那天富途公布回購大約1.6億美元 ADS， 這是公司用真金白銀給市場一個訊號，它至少說明管理層不覺得公司明天就完蛋。如果壞消息是有限的，但是市場用接近無限恐懼去定價，那就可能是機會。相反，如果業績證明壞消息不是一次性，而是持續傷害收入和增長，那估值打折就是合理。所以因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要被情緒綁架，才能看清事實。另外，市場除了問富途還能不能買，很多人在問我放在富途的錢要不要立刻轉去其他券商。但這個問題不能用一句話回答，因為香港人、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內地身份客戶處境不一定一樣。你在哪裡開戶？賬戶是哪一個持牌主體？你買的是港股、美股、基金還是融資保證金產品？背後的保障制度都可能不同。
以香港客戶作為例子，如果你用的是香港持牌券商，香港本身有投資者賠償基金。簡單講，在合資格情況下，如果持牌中介為責，涉及香港交易所買賣產品以及部分滬深股通北向產品，最高賠償額是每名投資者50萬港元。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市場的例子，不是所有觀眾都可以照搬。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其他地區的用戶，要看自己實際開戶的持牌主體所在地監管、產品類別和託管安排。而且50萬港元保障本身也只是一層安全網，不是萬能保險。它不是說你放多少錢都100%有保障，也不是所有市場、所有產品、所有現金安排都一樣覆蓋。如果你買的是美股、基金、融資、保證金產品，或者有大額現金放在平台，就要看清楚賬戶條款、託管安排和不同市場的保障。所以，如果你資產很大，分散幾間券商，本來就是風險管理的一部分，這件事可以做，但它應該是冷靜安排，不應該是因為看見股價暴跌就半夜恐慌轉走所有資產。反過來，如果你是內地身份客戶，這次規則影響就更直接，因為這次監管針對的是非法跨境展業和內地存量投資者。這批客戶未來只能賣出和轉出資金，不能新增交易和入金。這和香港客戶用香港持牌券商是兩個不同情境。這裡也要回答另一個問題：富途是香港持牌券商，中國到底管不管得到？本來中國是不能管到富途香港持牌券商的主要業務，他不能說今天就把香港客戶的股票沒收，也不能直接把富途香港正常持牌交易停掉。但如果富途透過境內關聯主體、網絡平台和手機 APP 面向內地投資者做營銷推廣、開戶引流、交易指令處理和資金劃轉，這一段就落在中國監管視線裡。這一次監管真正收緊的是內地客戶來源和跨境展業，不是中國直接接管富途香港整盤業務。還有一點，在2022年12月30日，中國證監會已經點名富途、老虎，說他們面向境內投資者開展跨境證券業務，構成非法經營證券業務。那一天之前，富途股價已經從40多元漲到70元附近，消息一出來，當晚暴跌31%，又跌回40元附近。外面很多分析都很悲觀，有人說富途可能會失去中國客戶，有人估計會不見掉1/3生意。而我當時做的不是看討論區，不是看財經演員，也不是到處問人買不買。我第一件事是跑去看中國證監會的職責範圍，再看公告本身，再驗證富途在內地到底有沒有證券業務。當時公告裡面有一個重點，已經開了戶口的存量客戶可以繼續在原有境外機構交易。這句話很重要，因為它代表當時不是馬上把存量客戶全部清掉，也不是富途香港業務突然不能做。所以2022年真正值得學的不是股價跌了31%之後一定會漲回來，真正值得學的是市場恐慌的時候你要適時查核。你可以去看官方文件驗證，去看公告，而不是只看媒體報道，然後恐慌自割韭菜。而這次會不會是跟2022年一樣的劇本呢？其實不會，因為上一次主要是遏制新增內地客戶，已經開了戶口的存量客戶仍然可以繼續交易。這次是存量客戶也要慢慢退出，只能賣出和轉出資金，不能再新增買入和入金。所以這次影響更實在。真正要看的是這部分客戶對收入和交易量的貢獻有多大。回到基本面，富途最新完整年度財報顯示，2025年總收入按年增長超過60%，淨利潤按年翻倍。截至2025年底，有資產客戶超過330萬，客戶資產超過1.2萬億港元。這些數字告訴我，它不是一家沒有盈利、只靠故事支撐的公司。但是成長股最麻煩的地方是，基本面好不代表股價短期就會好，因為股價反映的不只是現在盈利，還有未來故事、風險折扣、資金情緒和市場週期。富途這次最大的問題就是故事被打了一下，
以前市場可以講海外增長、交易活躍、加密貨幣、全球平台，現在市場要先問監管會不會繼續，客戶會不會流走，罰款會不會更多。所以如果你是在富途公布業績後看到這條片，我建議你不要第一眼就被股價升跌帶走。業績公布之後，市場第一反應通常很吵，有人會說業績超預期，有人會說盤前升了，有人會說盤後又跌了。但對我來說，第一天的股價只是市場情緒，不是最終答案。我會先看3個答案。第一，原本的生意引擎還有沒有轉？我要看收入、淨利潤、交易量、客戶資產，有資產客戶數，不是單看一個每股盈利，而是看富途作為一個券商平台，客戶還有沒有交易，資產還有沒有留在平台，非內地客戶有沒有繼續增長。第二，監管影響有沒有被量化？13%只是人數比例，不是收入比例。真正重要的是，管理層有沒有披露這批受影響客戶背後的資產規模、交易量、收入貢獻，還有相關罰款或者撥備，最後怎樣處理？如果影響可以量化，市場恐懼會少一點。如果管理層講得很模糊，股價就算短線反彈，後面也容易反覆。第三，未來故事還站不站得住？富途現在不是只靠一個市場，它有香港、新加坡、美國、馬來西亞、日本、加拿大等市場，也有財富管理、企業服務、加密貨幣相關布局。我要看海外市場和非內地客戶的增長能不能補回內地存量客戶慢慢萎縮的影響。我也會看現金和回購，因為回購只有在公司現金充足、業務仍然健康、股價真的被低估的時候才有意義。看完這3個答案，我才會把業績放進3個情境。第一種情境，業績仍然好，客戶資產和交易活躍度沒有明顯惡化，管理層又能講清楚監管影響和罰款成本，那之前的恐懼就有機會被數字慢慢消化。股價不一定馬上直線上升，但是市場會開始重新計算之前是不是跌過頭了。第二種情境，業績本身不差，但管理層對監管影響講得不清楚，沒有回答13%客戶到底貢獻多少收入和交易量，那市場仍然會給他風險折扣，因為投資者最怕的不是壞消息，而是不知道壞到哪裡。第三種情境，業績已經開始顯示客戶資產流失，交易量下滑，海外增長補不回來，或者管理層對未來講得保守，那就代表基本面受到的傷害可能比市場原本估計更深。那個時候我就不能只用它以前是一間好公司來安慰自己。好公司也有價格，好公司也有周期，好公司也有風險。所以5月28日業績不是用來看熱鬧，也不是用來猜第一天升跌，它是用來回答一個問題：這次監管衝擊是已經被市場過度反應，還是富途真的要重新估值？我知道很多人最想問的還是，那現在可不可以買？我會反問你，你是什麼投資者？如果你是看到股價跌就心跳加速，買了之後每5分鐘看一次報價，跌多一點就睡不着，那你可能不適合碰這種消息後的股票，因為它短期一定會波動。如果你是趨勢投資者，現在趨勢很亂，沒有清晰上升趨勢，你要等波幅收窄，等它修復下跌幅度，才有可能重新變成強勢股。如果你是價值投資者，你看的是公司價值和價格的折讓，但即使你覺得便宜，也不代表一口氣買完，因為你不知道最低位在哪裡，你不知道罰款和客戶流失最後怎樣反應。所以我對未來走勢的看法很清楚，我不會說明天升還是跌，但短期很可能繼續反覆波動，甚至需要一段時間整固。好公司遇到壞消息，不會因為你覺得跌過頭就立刻直線漲回去，市場需要時間消化拋售，需要時間等資訊透明。所以今天富途這個案例最值錢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這個新聞傷到公司哪一部分？這個傷害能不能量化？業績出來能不能驗證？股價跌幅有沒有大過基本面傷害？管理層有沒有用行動支持股東？我的倉位能不能承受下一段波動？這些問題比一句買不買有價值得多。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說要投資先求知。
在 GMT 會員計劃裡面，我不是做一個報消息的地方，也不是一個叫你買什麼賣什麼的地方。GMT 真正訓練的是每個星期跟着市場真實案例一起學會怎樣猜政策，怎樣看公司，怎樣看估值，怎樣看業績，還有怎樣看自己的情緒。像富途這一類事件，一條短片只能把框架講給你聽，但在真實投資裡面，你要持續跟蹤業績怎樣披露影響，罰款最後怎樣落地，客戶資產有沒有流失，海外市場有沒有補回，管理層會不會繼續回購，這些都不是一次性答案，這些是每周訓練出來的能力。GMT 會員計劃適合的不是想要快捷答案的人，它適合想建立獨立判斷能力的人。你會學到怎樣看宏觀和政策週期，怎樣猜一間公司的生意和財報，怎樣在市場恐慌或興奮時保持紀律。1年學費可能還不夠你一次錯誤投資虧掉的零頭，但如果你真的把這套方法學進腦袋，它會陪你走很多年。最好的投資始終是投資自己的腦袋。如果你覺得自己不想再被新聞牽着走，不想每一次股票大跌都問別人怎麼辦，那你可以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了解 GMT 會員計劃。每周五香港時間晚上7點，我和 Rich 會跟大家一起看市場、猜公司、練心態。你不是來拿答案，你是來訓練自己，成為一個更有判斷力的投資者。回到富途，這次真正要看的不是它能不能簡單複製上一次，而是監管衝擊出來之後，業績和數字會怎樣驗證。如果業績和管理層披露顯示影響是有限的，罰款是可量化的，海外增長仍然存在，那市場恐懼可能慢慢消化。如果披露出來的影響比想象大，或者管理層講不清楚未來增長，那股價繼續反覆調整也是正常。所以不要用恐懼做決定，不要用回憶做決定，也不要用一天的股價做決定。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再見。